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深入探讨寡头垄断 oligopoly 这一经济现象。寡头垄断是一种市场结构，其中少数几家公司控制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我们将探讨它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以及它对消费者、其他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影响。我们将重点讨论寡头垄断的定义、特点以及如何在多个行业中形成，例如科技、航空和通讯行业。然后，我们将探讨一些国家如何利用寡头垄断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或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比如通过限制新进入者来保护国内产业，或者通过允许某些行业的集中以促进国际竞争力。文章将分析这些政策的成因、优势和潜在缺陷。最后，我们将考虑寡头垄断如何影响消费者选择和市场创新，并探讨应对这种市场结构的潜在政策和法律工具。这部分的结尾将留下一个悬念，引入下一段内容，探讨国际上的寡头垄断现象及其全球影响。国家案例和政策原因分析 Country examples and policy reasons。 例如，美国在某些行业中历史上曾经容忍甚至鼓励寡头垄断，特别是在电信和航空业。这些政策通常是出于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国际竞争力，或因为认为某些行业的自然垄断特性的考虑。通过分析这些情况的成因和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寡头垄断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继续探讨寡头垄断的主题时，我们转向具体的国家实例，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市场结构是如何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形成和发展的。寡头垄断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它还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回顾其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些时刻标志着寡头垄断在某些行业的形成。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工业化和技术革新的高峰期，这期间产生了一些巨头企业，如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这些公司因其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而成为典型的寡头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在石油行业的主导地位，尤其是通过竞争对手的兼并和价格战来巩固其市场地位的做法，是寡头垄断典型的例子。而 AT&T 则在通信行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后期的反垄断法案实施。再来看一个不同的例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中，积极采用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寡头垄断的形成，特别是在汽车和电子行业。日本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贷款和研发支持来帮助这些行业的少数几家大公司，如丰田、Toyota 和索尼 Sony， 以提高其全球竞争力。这种策略不仅帮助这些公司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显著的地位，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欧洲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以德国为例，寡头垄断在某些行业如汽车制造业中也很常见。宝马、BMW、奔驰、Mercedes-Benz 和大众、Volkswagen 等公司在全球汽车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公司能够维持其市场地位，部分原因是德国政府在贸易、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支持，以及这些公司在创新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努力。在分析这些国家的例子时，我们可以看到寡头垄断的形成和维持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条件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政府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法律法规，甚至直接的财政支持，对市场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细节，比如对哪些行业给予支持、支持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如何平衡国内市场的健康竞争和国际竞争力等，构成了每个国家独特的经济故事。通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寡头垄断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和行业中形成，还可以深入理解这些市场结构背后的经济逻辑和政策选择。
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寡头垄断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以及它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中的角色。在我们深入探讨寡头垄断对特定国家的影响之后，接下来的部分将关注这些国家在实施了寡头垄断政策之后的经济转型和变化。以美国为例，寡头垄断政策的实施对其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世纪初，随着标准石油和 IT 等大型企业的兴起，美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出现集中化的趋势。这不仅提高了这些企业的市场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也推动了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集中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市场竞争减少、消费者选择受限，以及对小型企业的挤压。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实施一系列反垄断法律，以期重塑市场竞争环境。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由促进企业规模扩大转向维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重建中，通过鼓励寡头垄断，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如丰田和索尼，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这种策略显著提升了日本的经济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市场的高度集中，减少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开始更加关注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试图在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国内市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德国的寡头垄断现象，尤其在汽车行业，也为其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德国汽车制造商凭借高质量和创新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这不仅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增长，也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过度依赖少数大企业，也让德国经济面临一定风险，比如市场需求变化或国际贸易环境的波动，可能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德国政府在鼓励大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以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实施寡头垄断政策后经济转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寡头垄断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长期来看，它可能会带来市场竞争的减少、创新能力的下降和经济脆弱性的增加。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需要权衡寡头垄断的利弊，寻找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市场健康竞争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寻求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探讨了寡头垄断对特定国家经济的影响之后，我们将视角拓展至全球层面，探讨寡头垄断如何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寡头垄断不仅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企业和国家，而且对全球市场的竞争环境、创新动力，甚至国际政治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寡头垄断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内拥有重要地位，在全球市场上也占据了关键的角色。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全球科技行业的巨头，如美国的谷歌、Google、苹果、Apple 和中国的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 这些公司，通过创新和战略扩张，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内占据主导地位，还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消费者行为、商业模式和技术趋势。例如，谷歌在搜索引擎、广告和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方面的领先地位，不仅影响了全球数亿用户的日常生活，也对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能源行业，像沙特阿美、Saudi Aramco 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这样的寡头垄断企业，在全球能源供应和定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决策不仅影响着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还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和各国的政策制定。此外，寡头垄断还影响着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向。
例如，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在全球投资和生产布局上的决策，不仅影响着他们所在的行业，还对全球供应链、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寡头垄断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例如，市场集中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操控和创新速度放缓。此外，这些企业的巨大影响力可能对政治和法律制度构成挑战，引发公平竞争和反垄断法律的关注。总之，寡头垄断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参与其中的企业和国家，还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着市场结构、商业模式和国际关系。它既是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中不断演变的挑战和机遇。对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而言，理解并应对寡头垄断带来的复杂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关键。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和变化，寡头垄断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和挑战也将随之演变。